我們這代人似乎都有一個香港電影夢。這一次，我們走進記憶中的拍攝現場，走進香港影視劇拍攝地巡禮第一站。今天我們來到的是大嶼山。就在這個天壇大佛這裡，曾經有陳道明、曾志偉，還有梁朝偉都曾與大佛同框。那我們今天呢，就來复刻一個山雞與大佛同框。山雞？山雞？哪个山雞？銅鑼灣只有一個山雞，出發吧。阿耀，有空讓山雞也來拜拜。韓先生，它就是当时为了庆祝香港回歸造的，然後它的高度是1.997米，猜一下為什麼是這個數字？1997年。這個很好猜啊，再猜一個。它這個下面，因為它是個八面體嘛，每一面都有7片龍鱗，它一共有8面，7、8、56，這個是為什麼？7、8、56個民族，對56枝花。對，這個可以說就是香港回歸的一個見證。好多人會覺得香港回歸嘛，就是一個挺想當然的事情，甚至好多00後也不知道它這個收回過程的這個艱難。就當時你想，英國人在管了香港150多年之後，他要把這個還給中國了，其實是個很丟人的事情，對他來說。沒錯。所以他就在這個交接儀式上，就不停地給我們使絆子找麻煩。我們要求的是在7月1號的0:00一定要開始交接儀式，但英國人就說他簽的條約上面也沒有寫啊，所以我在7月1號的任何時間，我中午、下午我歸還都可以啊。就是故意惡心你一下。對，他就是不要讓你按照你的來。後面我們的談判人員就非常堅持說，這個就是我們的底線，不可以改變。他們又開始想別的幺蛾子。他那個查爾斯王子在現場的時候講話就磨磨唧唧的，在那多講了20多秒。我們可能會晚了。這個就當時讓現場的中方人員非常緊張，尤其是那些升旗手。好，這個地方慢了吧？我們就有預案的，立刻啟動預備程序，一定要把我們許的時間搶回來。就是音樂重疊，也有在0秒準時奏響國歌。結果過了一會兒，英方的樂隊在奏樂的時候，他又給你快快走。就是他又把這個時間又給拉回了。結果最後這個時間反而又慢了。但是我們的旗手就是他反映說他當時特別緊張。1分1秒都不差。我記得我當時6歲，就是所有的台當時都在報這個香港回歸這件事。離開大嶼山，我們要去的下一站會讓你對回歸2字有更深刻的認識。香港中環荷里活道，成龍大哥曾在這附近拍攝過被槍決的鏡頭。如果你販毒、肇事、傷害他人，在過去你都會被關在這裡。朋友們，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裕多利監獄，電影《寶貝計劃》結尾的拍攝地之一。作為香港最古老的監獄之一呢，現在它已經是成為了著名的文化街區。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一起進牢房去探索一下。好，走。這裡是前中區警署，警察辦公的地方。英雄本色也曾在這裡取景。而這裡是裁判司，審判犯人的地方。再加上裕多利監獄，由他們3者組成的建築群被統稱為大館，如今已經轉型成了集古蹟、藝術與休閒的城市公共空間。哦，這就是電影裡成龍和古仔那3個人被關的地方。我們已經在裕多利監獄這個裡面坐了2、3分鐘，已經熱得渾身是汗了。我都不敢想象以前的犯人如果關在這裡，
太恐怖了。寓多利监狱是1841年英軍佔領香港後建立的第一座大型監獄。英國人喜歡紅磚牆，是因為它不用染色，還能中和英國的陰鬱氛圍。監獄分為 A、B、C、D、E、F 6大囚倉，目前只有部分囚倉是開放參觀的。哇，這也太逼仄了吧！我感覺最多並排走2個人。廁所這裡還行，上完了還能看一眼窗外。在不經意間，我聽到了旁邊的人講述的一段監獄歷史。In the place, most didn't speak English, right? The judges being white, some, and later on the Chinese judges, of course, they can speak Chinese. So I'm sure there have been innocent people too, like you. You say you don't know why you're here, right? Maybe if you are Chinese and there was a Western British guy and he fancied you and you said no, I'm not interested, and then you say you want to steal his watch, right? And then who they believe? They don't believe a Chinese girl, right? So. 這就是当时英国殖民之下的香港社会。白人若出于私人矛盾、个人厌惡等原因诬告华人，他们单方面的口供就是證詞，法官也會天然採信白人的證詞，將華人直接定罪入獄。這類無辜的華人在當時唯一的過錯，可能就是身為華人活在了香港。等一下，我們倆就來假裝做一下監獄。我不想做監獄，寓意不好。I don't want。夾住。你看這個牆上的文字，你能不能看懂？這種看起來像東南亞的語言吧，帶音調的。你猜對了，就是收容過很多的越南船民，而且關過最有名的一個人就是越南人，叫胡志明。那些此前受盡不公平待遇的華人故事，都成為了港英政府統治之下的歲月記憶。而另一個深入人心的時代縮影，就是古惑仔。在那個警察編制人數不足，需要香港各大社團執行地下秩序，代為管理部分地區的年代，許多底層人民的孩子在12、13歲就已經輟學遊蕩街頭，成為了古惑仔，就像他們這樣。飛師哥你好，我叫山雞，玩笑歸玩笑，不要扯上紅星2個字。你想嚇我啊？你看你熱成這樣，他們都不點關注，做人就怕認真啊，單姐。啊！先做到10萬粉絲再說。演技不好，多多包涵啊！但是我已經盡力了。沒有，最後一條跑步的一條過，特別牛。終於知道為什麼當年肥師說陳浩南啊，那又怎麼樣？他賺錢了不起了是吧？陳浩南可以在那邊打架，打到銅鑼灣去當扛把子。我肥師當然可以。銅鑼灣來這裡實在是太遠了，好遠啊！這大概就是肥師聽到紅星還這麼有恃無恐的原因吧。藍田，古惑仔漫畫中陳浩南幾人就是被稱為藍田五虎。由於背靠鹹田山，這裡曾經叫鹹田，但鹹田聽起來就等同於貧苦之地，所以後來香港政府將這一地區改名為藍田。80年代的時候，這裡充滿了廉租公屋，遍地古惑仔少年。到了今天，我剛搜了一下，房價已經20萬1平米了。下一站，我們將前往天星碼頭。港片裡有人在這裡告別，有人在這裡等待。來，九龍那邊，以前山上一片綠油油的，現在挖山洞只剩枯枝，殺氣很大的嘛。幸虧香港人夠頑強，頂得住，所以每次見到山山水水，我都會說聲對不起。哎，對了，我聽說呢，太平山上有隻石龜，一直爬上山的。如果爬到老襯亭呢，香港就玩完了，是不是真的？是千真萬確的。那怎麼辦啊？不過呢，他現在不用爬上山了，要爬出海了。那個格局呢，叫做靈龜出海。今天拖出來的就是烏龜頭。他不僅自己想出海，還想拖着整個香港走。拖去哪裡啊？拖去對岸呢，然後去拿那個龜蛋。一家團聚，然後就潛水了。哇，情勢這麼危急，如何解救啊？必須要說啊，以上的橋段純屬編劇虛構。2002年，香港的平均房價從5年前的9萬每平已經暴跌至3萬每平，失業率也居高不下，再加上當年非典的衝擊，此時香港市民們的臉上普遍寫滿了焦慮與迷茫，所以算命看風水的風氣就這樣在市民中彌漫開來。導演唐牛也是對穿腸的古德昭，正是捕捉到了這一大眾心理，
行運超人誕生了。行運超人可以看作是一部以風水命理為題材，提振港人士氣、撫慰焦慮情緒的喜劇，寓意着每一個努力生活、扛住低谷的普通人都是超人。香港電影的繁榮陪伴了我們一代人的成長，在中環這個僅有1.53平方公里的地方，就有超過200部電影在此取景。鏡頭停於中環，港片情節藏於市井。古惑仔的大哥，他每次去砍人的時候都是這樣子看人的。這樣看人？對。OK。然後一言不合不對勁了，就砍他。咋樣？是不是還可以？你沒穿你那個紫襯衫。重拍吧，再來一遍吧。你看胳膊曬的。我的天哪！頭抬頭，差不多，差不多。不是很搞笑也沒有關係啊，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為我們點讚、評論、加轉發，你的支持將會成為我們繼續更新的動力。再次感謝大家。